了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好，我是步惊云。谢谢大家啊！因为我在西安的俱乐部已经开业2年了，但我到现在还是很难说出我是老板这句话，很羞耻。我总觉得老板就不是啥好词儿，尤其在这个舞台上，脱口秀演员最爱骂的就是老板，所以山河赵月骂老板的段子我都给删了。有一次，有一个甲方来我们剧场看场地，完了之后我就很自然的上去，我说：“你好，我是咱喜欢脱口秀的负责人。”负责人这3个字脱口而出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么叫也挺踏实的。结果对方说：“哦，那你负责去把老板叫过来吧。”但老板这个词儿在喜剧圈已经脏了，改叫主理人了。有一天我姥爷在家就看到一个关于我的视频，就听到了，很激动，问我说：“我刚听到你都主什么？你主任了？”哎呦，主任可不好当呢。我当时觉得我姥爷是在开玩笑，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剧场有演员给我送了一条金项链。真的，主任不好当，太容易被腐蚀了，挺尴尬的。我说：“呀，这太贵重了吧。”他特别真诚说：“呀，布姐，你过年给我发了这么多，我必须给你送个礼物。”我都觉得，他就越说越激动，眼眶都红了。他这一哭把我良知都哭醒了。我都没想到我都当老板了还有良知。我说：“呀，不了。”他说：“你拿着，在那来回推脱，最后逼得我实话都出来了。”我说：“哎呀，我挣的比你多得多。”真心最扎心了，感觉我说完他都想把礼物拿回去了，但我已经收下了。回到家打开那个盒子，心情很复杂。那个项链太漂亮，不自觉的就戴上了。关键是我也不好意思拿到剧场，你当人家面戴，只能在家悄悄戴。对着镜子默默欣赏的时候觉得自己更像个贪官了。突然想到有个贪官说过，说谁送的什么不记得，但谁没送他一清二楚。这么想我也不是贪官，因为谁送的啥和谁没送我都记得。赶紧劝住我说：“咋能这么想？以后不能再收礼了，每天回家待一会儿警示自己吧。”这是第一条，也是最后一条。我们剧场总共就3个人干活，就这有时候意见还不统一呢。我说：“那咱公平点，大家投票吧。”结果一个赞成，一个反对，一个要去上厕所。有时候也很难处理大家之间的矛盾。有一次我2个同事起冲突，一个在朋友圈指桑骂槐，另一个瞬间就炸了。我当时就想，你俩别影响我今天的演出。我想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跟那些老板也没啥区别，因为员工受委屈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在乎的不是他们的情绪，而是别影响我挣钱呀。两人在后台你一句我一句，眼看吵起来了。我吼了一声我至今不能相信的话，我说：“好了，以后都不许再发朋友圈。”好没逻辑，好神经，好像老板说的话呀，但说出去也收不回了。终于明白为什么老板都爱发火了，4个字：无能狂怒。我以前刚上班的时候，有一个男领导半夜给我发微信，说让我发一张照片给他。我当时想着要证件照嘛，我说：“你要红色蓝色？”结果是黄色。我后来才知道他经常骚扰女下属，真的很恶心。从此以后我工作中特别长心眼了，我就在职场里就非常防着男领导了。但前段时间我们俱乐部演出完了去聚餐，我们剧场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，我那天就跟大家一起开了很多很开心的玩笑。我现在回想，可能就我这么觉得，因为老板都觉得团建很开心呀。我半夜回到家，突然想到有个事还挺着急的，我就给那个男孩发微信，我说：“你睡了吗？”对方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，但我啥都没收到。我第2天就问，人家直接就说了：“布姐，我昨天以为你喝多了，我有点害怕。”我赶紧上去解释，我说：“你怕什么？解释把你当弟弟。”
说完以后，感觉他更害怕。但他的回答一下让我觉得，其实职场性骚扰是不分男女的，老板就应该谨言慎行啊。平时嘴上说什么，哎呀，别把我当老板，但在对方眼里，你只要是个上位者，你开过分的玩笑，那就叫骚扰啊。可能也只有女老板会反思自己这一点吧。但这2年啊，我被问的一个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？哇，好老的问题啊！老到我想冲上去掐住他的脖子说好老的问题。哎，这种陷阱问题，你指望我怎么回答呀？啊，我建议你去问个别男老板，你是怎么平衡几个家庭啊？因为我觉得家庭跟事业又不在一个资源里，为什么非得是平衡的关系？你怎么不问我不姐，你怎么一边骑车子一边包饺子？这个问题我答不了啊，因为我这个事业没有家庭还忙不开呢。我有时候剧场人多的时候，我女儿会在门口说小心台阶，我老公帮忙拍照检票，我公公每天给我去打扫卫生，什么平不平衡的都给我加入。所以哈 ，PUA 是没用的，只有家人才会真的把公司当家。真的很烦，每个搞事业的女人老要被这个问题，天天咋平衡咋平衡，是创业还是走钢丝呀？我说放以前啊，我也就忍了，但人当老板以后真的会硬气。有一次我需要一篇报道，他上来又问说：“步惊云，你作为老板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？”我说：“那您作为媒体怎么平衡流量和真相呀？”哦，什么呀？我就没有那篇报道了。那既然这个问题这么棘手，咱今天欢聚一堂就把这事儿给定了，好不好？以后不许再问了。我觉得以前的女人得做选择，现在的女人关你啥事儿啊？好了，散会，我是步惊云。伤心不好意思，伤心不好意思。锁票倒计时，再次感谢步惊云的表演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就特别想问这个琛琛和鲁豫老师，刚才步惊云提出来的，以后不要再统一，都不要再问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。其实这个问题这几年大家已经有意识知道，就你不应该问。大家为什么不去问男的？因为你明白他根本不需要，一定有人帮他在做所谓那个打引号平衡的事儿。但是关于这个问题，你想问出的那个内容，最近我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，是我跟一个女性嘉宾我们俩对谈的时候，她说：“你千万不要要求自己两手抓两手硬。”其实他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。我觉得有些时候做好一个事儿就行了，因为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常态，我们就是陷入一个顾此失彼的状态，那只能怎么办？就是尽力而为呗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。我刚才特别喜欢一个特别白痴的梗，就是在那儿说这是个多老的问题，我想过去掐着你跟你说，这是个多老的问题，哇，那块简直太神经病了，我太喜欢这一块了，那个好玩啊。哎，本身您那个因为要经营这些嘛，而且脱口秀现在越来越好，这个感觉在一起确实得负责，对不对？首先我的感受是，我觉得得给演员一起进步，一起成长，这也是我还继续参加比赛的一个原因。我很难做到自己在家里让演员出去比赛，然后给我挣钱，我会非常难受。刚才琛琛在她自己的那段表演里面说到了，说步姐特别喜欢啊，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。对，因为我其实是从看脱口秀，然后看到步姐的那个演出，但是我在前面的那个脱口秀的时候，我没有那么强烈。我真正的成为她的粉丝是从去年开始的。对，因为我突然在去年看她的演出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诶，她开挂了，就是这种感受，为她开心啊！哇，谢谢李宇成老师，谢谢。值了，这辈子值了，这辈子值了。感谢步惊云在这个舞台本季带来的第一次演出，在休息区稍微等待。